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从哀莫大于心死，探寻生命的真意，形体与精神的辩证思索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此之。庄子《田子方》中的这句千古名言，如黄钟大吕，振聋发聩，以其深邃的哲思穿透千年的时光，引发我们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探寻。让我们走进这句名言背后的故事，品味其中的智慧与启迪。故事源于颜渊与孔子的一段对话。颜渊感慨地对孔子说：“先生缓步，我也缓步；先生急，走我也急走；先生跑，我也跑。最后，先生快速奔跑，脚掌好像要离开地面一般，而我只能瞪大眼睛在后面看了。”孔子疑惑，询问颜回何意。颜回解释道：“先生怎样讲，他就怎样说。先生辨析事理，他也跟着辨析；先生讲大道，他同样跟着讲。然而，先生不用言说就能为人信服，不用刻意讨好他，人就能让众人亲近；没有官爵利禄，却能使人们主动靠拢。这种无为而得到的境界，令自己望尘莫及，不知如何模仿。”孔子听后发出了恶可不察喻，夫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的感叹。在孔子看来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身死相比之下，反而在其次。太阳东升西落，万物都遵循自然规律而变化，有眼有脚的生物依靠太阳的运行作息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人一旦接受了自然赋予的形体，就应顺应自然的变化，等待生命的终结。而颜回只关注他有形迹的方面，却未领悟到无形的大道，就如同在虚无的市场上找马，注定徒劳无功。孔子希望颜回能忘掉对自己的外在追随，去探寻那永恒不变的真道。庄子借孔子之口阐述了境界有高低、大道不可模仿的道理。天地变化日新月异，唯有跟随大道的脚步，与之俱变，才能不被时代淘汰。这让我们联想到金庸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情节：张三封教，张无忌自创剑法，张无忌逐渐忘记剑招，最终得其剑道，学会了道术的真谛。学习不应只停留在表面的模仿，而要深入到问题的内核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在学习上耗费大量时间，却难以掌握精髓。原因就在于我们总是重复外在皮毛的学习，没有触及核心。正如韩愈所说：“学习写文章要失其意，不失其词；学习行文方法，而非文采辞藻。”戚继光也提出，学习军事兵法要失其意，不泥其技，把握战略精神和战术关窍，而非拘泥于具体作战手法。学习是对本质的挖掘，对核心的把握。回到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，他强调追求大道需用心感悟，只要心不死，就有成功的可能。即便形体消逝，精神也能与大道融为一体。清代学者林云明注解此句时说：“心存则人存心，亡则人亡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关键在于有心及精神一致。”诗人臧克家“有些人活着已经死了，有些人死了还活着”的诗句，正是对精神存续的生动诠释。人的失败往往不在于外在的打压，而在于自我放弃。心如死灰，是一个人遭受苦难后内心失去生机的状态。此时能拯救自己的唯有自己。若要渡人，先要渡己。说服自己放下，是世间最难之事。庄子多次提到心斋及修炼心性，抛除物欲，趋近纯一，以更贴近大道。在庄子看来，形体是次要的，精神生命的延续才是于天地齐寿的关键。庄子在《列御口篇》中交代临终遗言，让弟子不要后葬自己，找个草席裹一裹，扔在野外即可回归，自然便是最好的安葬。与之相对，精神的延续却被庄子格外看重。养生主中只穷于为心，火传也不知其尽也。形象地说明了精神如同火种，心尽火传，永不熄灭。古往今来，追求功名富贵者大多被历史遗忘，而精神长存者，如淡泊名利的陶渊明、范仲淹，逍遥自在的李太白、苏子瞻，却凭借心灵的活力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他们虽历经苦难，却守护住了心灵之声，留下了无数豪迈超脱的诗句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诱惑，物质的丰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心灵的满足，相反，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迷茫。这正是因为我们过度关注外在的物质追求，而忽视了内心的精神世界。我们让自己的心被功名利禄、琐碎事物占据，却忘记了去滋养心灵的花园。我们应当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，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。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挫折，还是成功的喜悦，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
不被情绪左右。我们要像那些古代的贤达之士一样，拥有超脱的信念，去拥抱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此之。这句名言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，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要珍视内心的精神世界，用心去感悟生活，去追求真正的大道。让我们以豪迈超脱的信念去拥抱生活的阴晴不定，让心灵在自由的天地中翱翔，让精神的火种在生命的长河中永远燃烧。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，社交媒体的兴起似乎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，却也在无形之中加剧了内心的浮躁与空虚。我们沉迷于虚拟世界里的点赞、评论和关注，花费大量时间塑造他人眼中完美的自己，却很少静下心来审视真实的内心。为了追求所谓的热门趋势，不断的跟风效仿，从网红打卡的到流行的生活方式，却忘了探索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路径。职场中的竞争压力也如影随形，许多人在追逐晋升奖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，把自己变成了工作的机器。他们的眼中只有业绩指标和上级的认可，心灵被疲惫和焦虑填满，一旦遭遇职业瓶颈或挫折，就可能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，心灰意冷，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。此时若能回归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哲思中，便能明白，真正的职业生涯发展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回报和职位提升，更在于内心对工作价值的认同和自我成长的追求。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，学生们被各种考试补习班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学习变成了机械的背诵知识刷题，只为在分数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学习的真正意义，没有机会去培养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探索精神。这种填鸭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，或许是高分数的做题家，但却可能是精神世界匮乏的个体。教育的本质应是点燃心灵的火焰，激发学生内心的潜能，让他们拥有独立思考和追求梦想的能力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圈，但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，邻里之间可能数年都互不相识，人情冷暖被冰冷的钢筋水泥所阻隔。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，却失去了那份质朴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。社区中本应充满的欢声笑语和互帮互助的场景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各自为政的冷漠。我们若想改变这一现状，不妨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。清晨醒来，不要急于拿起手机浏览资讯，而是花几分钟感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，倾听窗外鸟儿的歌声，唤醒内心对生活的热爱。在工作中尝试寻找工作本身的乐趣和价值，与同事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，共同成长。当遇到困难时，把它当作磨砺心智的机会，而非一味抱怨和逃避。在闲暇时光，放下电子产品，走进大自然，去登山，去看海，让山川湖海的壮丽开阔我们的胸怀，滋养我们的精神，让哀莫大于心死不再只是一句古老的箴言，而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。让我们珍视每一次内心的触动，用心去感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，在有限的形体生命里绽放出无限的精神光芒。如此，当我们回首往事，便能坦然地说，自己不仅活过，而且活得精彩，活得富有意义，让精神的火种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他人前行的道路。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，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